Hello，大家好，你们还认得出我吗？没错，我又一次剪了我的头发。那我想在我这次头发长长之前，用这个新的风格给你们录一期视频。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帮你们放松，让你们缓解一些学中文的压力。因为我最近也看到有不少人觉得自己在学中文的过程中感觉到比较紧张，或者是压力很大，感觉无法前进。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想要帮助你们一起放松一下，然后与此同时呢，还能学一点点中文。我不会说的像平常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要写，我要用这支毛笔来带着你们一起写，所以我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你们认字。可能有的人平时没有认汉字的习惯，那么你们可以在这个视频里跟着我一起，一边看着我写字，一边认字，把字记在脑子里。那我们先倒一点点墨水，然后呢，用毛笔去沾墨水，毛笔的几面都要沾满。可能墨水有一点多，所以在这边蹭一下。其实书法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学问，书法有很多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感兴趣的人去学。比如说，首先它运笔，也就是把笔动起来的速度，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然后你用笔的轻重，什么时候提起来，什么时候按下去很重要。还有用笔的曲还是直，字体的大小，字体的排布，还有一个字中间笔画之间的疏密，就是笔画挨得紧，还是笔画离得远。还有包括你用墨的多少，都是有很多学问的。那今天我写的过程中呢，我只想让你们去关注一下，一就是我写字的笔画的顺序，也就是笔顺；二就是我用笔的力度，什么时候重，什么时候轻。那么在这个视频里呢，我想带着你们从几个最基本的部首开始，然后每个部首会先写一遍，然后再会给你们写几个这个部首下最常见的字。第一个部首就是口，口就是嘴巴的意思。其实也很容易看出它长得就像一张嘴，但是是一个正方形的嘴。那么口我们有什么字呢？比如说我们要用嘴巴去问问题，对不对？问。还有什么呢？我们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吃，口在左边，那这边一撇，从重到轻。哎，这个吃写的没有很好。还有什么呢？除了吃，还有喝，对吧？也是要用嘴的。
第二个我要写的也是一个象形字了，你们可以猜一猜要写什么吗？这样的人，像一个在走或者在跑的人。那么人的这一笔画呢，我觉得是书法中最难的。这一笔画叫捺，它需要由轻到重再到轻。那人下面我们有什么字呢？我们有你，对不对？这个就是人。我们还有他，还有们，你们、我们、他们。这里右边这个门代表的就是这个字的声音。好，下一个我们来一点自然、大自然的东西，能猜到是什么吗？那种会流动的，或者你们每天都会喝的东西，就是水。水这里也有一个捺，可以看到吗？然后跟水相关的有什么字呢？我们从最小的开始，就是河。我的城市有很多小河，我特别喜欢沿着河边散步。那这是河，那比河大一点的圆形的是什么呢？就是湖。这个字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了。那比湖还大的是什么呢？湖是有边界的，对吧？它虽然可以很大，但它是有边界的，一般是在山边。那看起来没有边界的是什么呢？有水的，那就是海。是水字旁加一个每，每天的每。这里我们的水就完成了。下一个跟自然相关的，我们写什么呢？我们来写木吧。这个撇写的太细了。那和木相关的，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两个木，树木多了就成了森林。那我们有林，就还有森，三个木。
森林。还有什么呢？树。我们每天能在路边看到的树。这就是木的字。然后我还想给你们看一下这样的纸张，这样的纸是用更加天然的材料做的，它很薄，很透，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它这中间加了一些树叶啊什么的。最后我想带着你们用这张纸来写一个比较美的部首，意义比较美的部首和它下面的字。那这个字就是心，它是这样写的，3点，但是这3点都长得不一样，它们有一种互相打招呼的感觉。好，那心下面有什么字呢？比如说我们有忘，忘记的忘，有点看不到。那既然有忘记，就有想起，就有想念，对吗？我想你们应该每个人都对另一个人说过我想你了。好，那除了这2个字，我还想再写最后一个字，那就是爱。不过我要写繁体的爱，繁体字，因为简体字里的爱已经没有了心，但是繁体字的爱是有心的。也是2点，然后一个小撇，这边又有一个比较长、比较大的点。然后这里面有一颗小的心，然后下面2撇，对，就是关于心的一些字。好，那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喜欢这样比较新的形式呢？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不那么的实用，但是也许比较适合你在睡前或者放松的时候看一看。可能大部分字有些人已经能记住了，能认出了，但是也许不一定清楚它的笔画是怎样的。虽然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用手写字已经不那么必要，因为你们可以打字。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审美的需求，或者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是可以尝试去开始，用手写字。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也能帮助加强你对字的记忆的。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形式，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再做更多这样的视频的。或者如果你们有关于这样的视频什么更好的想法，也欢迎告诉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不会让你们等很久的。我还记得我要做的帮助你们在中国生活的实用性的视频系列呢。那拜拜，记得照顾好自己哦。